大家好，我是郑一珍，欢迎收看《真心话大冒险》。各位观众，现在我手上拿的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居家快筛的试剂。好，这个东西呢，就是要插入你的鼻子，好，采取你的简体的东西。好，然后这个呢是采取简体，到时候呢棉花棒你采完之后有没有就放到这里面来，好，收集你的这个简体。然后呢，这里有一个盒子，我们先不要打开，打开我们就要验了，好不好？这个有那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再来验，打开就会一个像是验孕棒的验孕的东西。好，到时候你把这个试剂滴进去之后，会有一条线、两条线啊。如果一条线就恭喜你没事，两条线呢，请你就要开始要做准备。其实我也很好奇哈，如果说医师这个捅鼻子，我们到底要捅多深呢？哦，这个捅的时候你就。我们在医生在，因为我昨天有看到两种说法，有一种是像我鼻子过敏，我去上药，那个医生真的是整支这样的棉签哦，给我塞进去，整个到超里面的，哎，其实不会痛，但只是觉得感觉很奇怪，一个东西在鼻子里，需要塞到这么深吗？要，我们那个鼻子是这样子哈，鼻子外面哈，其实鼻子外面是不会有什么病毒的，它外面是就是一些细菌在寄生的啦。那其实，在里面的时候，在鼻咽呐，我们要到鼻咽才会有病毒。鼻子里面有多深？哦，鼻子有多深？鼻子高的人就比较深一点啦。那如果以这一支就是筛检棒，我要塞到多？这一支是够啦，但是你要做的时候，我们不是够，我是说我们自己塞进去要塞多深？对，我现在就跟你讲怎么塞。怎么塞？我们鼻子塞进去的时候，因为那个鼻道里头啊，基本上它是有阻碍的，所以它这个棒子你记住，它一定是软棒。因为软棒不能硬棒啊，硬棒它硬戳进去还得了，所以你要顺着它去走啊，顺着它去塞，塞到底以后转个几圈出来。等一下，我跟你说，一般人很难觉得怎么样塞到，因为我在家里有自己塞过。当时塞进去的时候，因为我之前会上药，所以我大概知道说有那个深度。可是我当时塞的时候没有那么痛，可是我的眼睛里面整个都是眼泪，然后我还没塞完的时候，眼泪是一整颗掉下来，没有很痛，只是很刺激。而且我当时一直在想说，到底还有多深啊？就是以这支棒子，我要塞多少？塞的差不多最后只剩下这么一点点左右。这样的，它就能够手握的时候拿出来就可以了。所以它的后面是塞这么多，所以它基本上塞了，一直往里头塞，塞到最后那个地方才有病毒。好，那我应该所以你要沿着它去塞，慢慢塞，不急的，慢慢塞进去。好，所以就是说这支棒子哈，这边呢可能都要塞到你的鼻子里面，也就是说可能是塞这样子。其实我当时塞我基本上有塞到这么里面，因为当时我拿出来的时候是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拿出来就这样的拿出来，不会痛，但是就是有一个感觉很奇怪而已。这个就是说哈，你塞的时候，你碰到一些阻碍的时候，你不要硬过啦，就慢慢再转一转，它就过去了。一开始塞进去的时候，你会卡住，因为可能顶到这边，可是你又发现，这样子我用转的慢慢转进去，就发现里面很空还有很大的空间。对，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你不要以为这个戳到脑髓里头去，没这回事儿，知道吗？哦，不会是不是？不会，不会戳到脑髓，你就往里头一直往里头伸，慢慢伸，但是不要硬伸啊，就是记得要一边转一边伸。我帮大家问一下，所以我做这个快筛之前，我需不需要先稍微清洗一下我的鼻子？比如说我刚回来，鼻子里面很脏什么的，有需要吗？还是无所谓？不要，你把我的新冠给清掉了怎么办？哦，所以呢，你不要自己把那个鼻子洗得太干净，要先擤鼻涕什么的吗？你都不要。那个我们鼻子是有很强的功能的，你知道吧？哈，鼻子有什么很强的功能啊？你看看哈，你在外头的温度啊，4度5度，你吸到肺里头是37度哦。你看就经过鼻子啊，没鼻子的人是很惨的，4度进去就4度啊。好可怕哦！35度就35度，36度36度，这个身体都会被烧死，你知道吗？真的耶。对，所以说鼻子很重要，所以鼻子前面那个功能啊，它基本上它就可以过滤掉你的一些脏东西，调节你的温度。等一下，不行，快剩2分钟了，我要问啦。如果说我们在家里塞出2条线怎么办？很关键吧，这个问题。2条线你就立马戴着口罩上医院去啊。那我要。就是我的家人那些呢？如果那家人你不用担心，你自己要注意，你自己要去到医院去。家人有卫生单位他会来给你处理。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我真的在家筛出来发现2条线，那我需要打电话通知什么单位吗？我总不能就是这样去，然后跟他说我刚快筛我2条线，我好像确诊了，这样不是吓死所有的人吗？不，这个
依照现在的规定，你疑似的病例、确诊病例，你要由卫生单位去送的。哦，所以我要打对，要打卫生，可能1922吧，1922，或者是反正要跟卫生单位联系，先通知里长跟卫生单位联系送。里长要疯掉，什么都通知我。不是通知里长，这个是要由卫生单位送的。哦，卫生单位送两条线要跟卫生好，单位。来最后一个问题，多久要筛一次才会够？还有什么样的人要筛？多久要筛一次？照理讲哈，基本上是筛越多次越好啦。不过现在是看咱们的荷包厚不厚，一次400哎，怎么可能筛越多次越好啊？对嘛，我就来看荷包深不深嘛，口袋深不深嘛。一家人筛一次2000块就没了。照理讲，这个是政府要去发给你，可能是1个礼拜、2个礼拜，看你风险程度。对，英国、德国、法国他们都有不同规定。总而言之，他们基本是免费的啦。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靠自己的荷包了，好不好？各位宝宝们，如果你们要筛检的话，记得呢，再看一次我们刚才的回看。好，我们有说要筛多深，好，这么深，不用再进去了，哈。然后呢，如果说真的有2条线出来的话，好。不要跟验孕搞混了，2条线是确诊的意思，2条线是可能确诊可能是伪阴性啦，好，就要立刻的好不好？戴好口罩，然后通知相关的单位。居家筛检呢，就跟那个居家验孕棒一样，应该要普及，要简单，然后另外就是还要便宜啦，真的要便宜啦，你要不然那个老百姓你这样子，你绝对不能够比国外的价格贵。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啊，在以前那个医疗药品跟医疗器械的采购的时候。其实我们国家是做得非常好，他都拿全世界的均价的最后3名哦，最后3名来平均，我就进这个价钱。所以这个东西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卫福部啊，应该要尽到这个责任，是不是？以前我们常常自豪，我们的国人呢非常好，能够用到全世界很便宜的药，好药他都能够用得到。这是以前那个健保他们的审价的时候，这个是很好的制度。这个国外羡慕的要死啊！现在等我们变成这样子呢，那个筛查试剂也是全世界最高的，那这个也是最高的，这怎么可以？这个是卫福部他们没有等于你尽到责任。筛一次要400块啦，啊，就是筛一次要400块居家，你要跟世界上比一比啦，我们不能比人家贵啦。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中华民国防疫学会王仁学理事长带给我们专业的讯息。理事长，我们来比一个真心话大冒险好不好？耶！希望大家下个礼拜2持续锁定哦，下午4点到5点钟，继续来跟大家聊新闻、聊疫情、聊你关心的大事。跳出聊天室，帮我按赞应援。等一下回来留言，拜拜。拜拜。